香港消防局救火队员何永森、尤邦朝以及叶志辉正被问话。此前他们层层违抗命令进入会发生爆炸的火场救人，最后爆炸导致伤者死亡。何永森3人也不同程度受伤。事后，上级对3人做出了批评教育，同时还要求有人对此次事件负责。决定可以说是一起做的，他们当时还商量着出了事情一起扛。然而讯问过程中，叶志辉却不承认救人是自己的提议。何永森见状也明哲保身，最后由邦朝主动担下了责任。何永森几人曾是10年生死兄，这次的事情直接导致他们的关系紧绷如弦。尤邦朝和何永森也对叶志辉有了防备之心。1年后，香港迎来近几年最热的12月，反常的天气让市民们人心惶惶，消防员的工作忙碌而危险。内地消防员海洋经历儿子葬身火场的残酷事实后，便一度无法摆脱阴影。听前辈们说，每个进过火场的人心里都会被一股浓烟笼罩，至于是冲破浓烟还是被困其中，就需要一个契机以及面对的勇气。海洋的契机就是被调往香港龙鼓滩分局，他也终于在这一天释然。一起报道的还有新人消防员张文健，第1天报道就因迟到被上司训斥，但看起来丝毫不影响他的满腔热情。海洋第1天出勤是局里的厨房，何永森即将被调离消防队，打算给同事们煲点汤，结果没注意烧干了锅，大量浓烟引起海洋的注意，他二话不说拉响警报，紧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抄着灭火器来到厨房。何永森急忙出声阻止，结果自己的一锅汤还是被毁。正在训练新人的骨灰级消防员李培道以及已经成为助理消防区长叶志辉也先后赶到。这是海洋和他们的第1次照面，气氛似乎有些不同寻常。离开厨房后，何永森到叶志辉办公室拿调令，两人寒暄了几句，虽然面上还是堆满笑意，心里却早有了隔阂。消防局的老人们对此一事心知肚明，李培道劝何永森不要因为叶志辉乱了自己的心。很快，消防局接到安盛路的火警电话，此时尤邦朝正公车私用送儿子去参加学校组织的参观发电厂活动。和一心向上爬的叶志辉以及将救人救火视为信仰的何永森比起来，尤邦朝只将消防员当成一份工作，在他心里，不管救人还是救火，都没有儿子的事重要。安盛路火场的情况不容乐观，黑烟滚滚，目不能视。海洋凭借10几年的工作经验，第一时间找到火源，并在周围发现1名伤者，推测应该是在维修发电机时出了意外。周围的情况有水有电，十分凶险。海洋一脚踩空险些掉下去，他用1只手臂支撑着2个人的重量。何永森几人迅速想办法支援，终于成功接过伤者。然而海洋却体力不支，松开了握着横梁的手。千钧一发之际，尤邦朝赶到，他朝海洋下坠的地方扔过一个服务，成功接住了他。一行人顺利离开火场。何永森和海洋都注意到了周围存在的火灾隐患，正准备叫人做相关排查时，接到报警说火场内还有人。李培道提议进去看看，但按照规定他们应该先叫增援，决定权就在何永森手上。他对1年前那件事耿耿于怀，也吃了不听指挥不按程序做事的教训，便决定还是先叫增援。这时叶志辉也赶到现场，张文健匆匆跑来说和报警的大叔了解过，火场没有人被困，他是因为害怕才报的警。众人松了一口气，叶志辉取消了增援。海洋向何永森汇报已经接好水管，马上可以洒水。叶志辉问为什么要洒水，尤邦朝解释现场温度太高，存在安全隐患，洒水降温会安全一点。叶志辉表示没有必要。何永森闻言也没有反驳，招呼大家收队。与此同时，发电厂除了接待参观的孩子们，还迎来了上级视察。他们问主要负责人，纽约和日本都曾发生过大停电，不知道香港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毕竟这间发电厂供给着整个香港的电力。负责人表示，发电厂的安全系数和稳定性都极高，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电力专家杨林却认为最近气温异常，发生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负责人对于杨林的言论嗤之以鼻。在听到万发街发生火灾，距离工厂的天然气运输管道较近时，仍然无动于衷。与此同时，何永森始终觉得不放心，便向叶志辉提出到万发街仔细查看一下。叶志辉却要求他2个小时后再去。海洋也拿着资料找到何永森，何永森最终还是决定擅自行动，带着人赶在总长到之前完成勘察。夜幕降临，何永森带着人赶往万发街，他们在火场救下的伤者不治而亡，家属正在附近烧纸钱。尤邦朝的儿子阿水参观完发电厂，正在排队离开。他和2个小伙伴看队伍还长，就准备从楼梯间离开。不多时，孩子们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坐上了大巴，等班长清点过人数后，便离开了发电厂。阿水和2个小伙伴则被落下。何永森几人赶到的时候，现场已经冒出浓烟。杨林和同事小关也来现场。随着一声爆炸，明火很快燃起。何永森让海洋和杨林回大电厂关天然气，剩下的人接水管灭火。海洋询问除了总厂的电脑控制开关，附近有没有手动开关。杨林闻言让小关赶回发电厂，自己带着海洋来到龙门路的分流站，手动关掉了天然气。总部很快发现有一部分天然气管道被关闭，负责人坚持今晚不能停电，并准备重新开启通道。杨林和海洋收到消息，马上赶回发电厂，希望能够阻止通道开启。海洋打电话给李培道，请他过来帮忙说服负责人。何永森到天然气管道后面的居民楼查看情况，叶志辉气冲冲地赶来，
指责他不该擅自行动。两人很快起了争执，挥嗓间叶志辉摔在一堆废弃物上，何永森正要过去拉他起来，叶志辉却示意他别动，下面似乎有问题。他小心翼翼起身，结果还是踩踏了那堆东西。何永森急忙拽住他，卯足劲准备拉着叶志辉站起身，结果脚下打滑失去了重心，最后没能拉住叶志辉。叶志辉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结果还是没能救回来。何永森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上级要求他暂时接管指挥龙骨滩分局的重任。与此同时，杨林几人没能成功阻止负责人，通道被开启的瞬间，发电厂产生了剧烈爆炸，九龙区顿时陷入黑暗。何永森马上带人赶往发电厂，并派出龙骨滩分局所有消防车前往现场。大面积断电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交通信息等都遭到严重波及。何永森一行人赶到现场，被困在发电厂的海洋几人不仅没有装备，还带着杨林和小关2个伤员。他们呼叫何永森，请求尽快支援。消防队查看了火场情况，因为有电，所以无法采用灌救，所有出入口都被封死，只剩一条布满电缆的地下管道。何永森本想另外找入口，尤邦朝却接到老师电话，得知儿子阿水和2个同学还在发电厂。尤邦朝不顾何永森劝阻，进入地下管道，爆炸接二连三发生。海洋几人寻找出口途中，陆续救负责人和2名职工，其中还包括不听劝的负责人。一行人来到发电机楼，看过地图的海洋熟知地形，他们只要过了铁桥到达对面机房出口，接着穿过电脑室找到一个烟囱，顺着烟囱就能出去。上司要求何永森等待支援，但一场会让火场形势更加不容乐观的台风即将刮来，如果下了雨，浓烟倒灌更加危险。说话间雨就下了起来，何永森眉头紧锁，时间不等他们，再拖下去被困人员的生存希望会更加渺茫。何永森开着车撞向一处较为薄弱的墙壁，准备从这里进入内部。何永森穿戴好装备率先进入，张文健紧随其后，两人和正在过桥的海洋几人会合，形势异常险峻。何永森几人竭尽全力搏出一条生路，李培道用工具破开一个排风口，浓烟向外涌去。尤邦朝和几人会合，合力破开一扇门，回过头却发现李培道被一阵剧烈的爆炸吞没，就这样牺牲在救援的第一线。何永森几人来到电脑室，一名职工因为伤势过重死亡，海洋也在爆炸中受伤。尤邦朝打算原路返回寻找儿子，何永森和海洋劝他回去就是死路一条，只有一直往前走才有机会找到孩子。说话间，一阵黄烟从四面八方涌入，是楼上机房的6幅画流泄露，此地不宜久留，一行人只能继续向前。前面的门需要负责人的卡才能打开，负责人却因为吸入过多黄烟命悬一线，他艰难地将卡递给众人，最终口吐鲜血无力回天。何永森几人顾不上难过，继续向前，终于看到了海洋说的那个烟囱，只要过到对面就能看到一个直通外面的出口。何永森几人搭了个简易的桥，大家陆续到达对面。尤邦朝却发现一个纸飞机，上面写着我们在餐厅，他知道这一定是儿子，于是毫不犹豫地返回。与此同时，外面的消防员也在努力清理入口，坍塌搜救队和各志愿队陆续赶到，消防员阿斌几人成功进入工厂，他们的方位也在烟囱附近。何永森带着伤员来到烟囱，头顶的亮光代表着这里就是出口。何永森请上司扔一副呼吸器进来，他要回去找尤邦朝。何永森嘱咐张文健将几人带出去，接着义无反顾地踏上回头之路。两人很快找到了孩子们，原来的路已经不能再走，他们必须找新的出口。呼吸器的氧气耗光，他们的时间所剩无几。何永森看着一旁的面粉，他打算利用粉尘爆炸破出一条生路。尤邦朝和孩子们被何永森关进一旁的储物间，接着他点燃一根烟，剧烈的爆炸成功突破了外墙。尤邦朝和孩子们被成功解救，何永森和刘培道则永远的沉睡在了浓烟中。最后，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好作品值得您完整体验。